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要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恐怖经历又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其实我今天要介绍这一则怪谈我必须要说，它发生的地方其实跟我们这边有可能有点类似吧。我们台湾这边可能有点类似。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这则故事是发生在神社。那其实台湾有很多庙，那在庙里面呢，其实有分阴庙嘛、阳庙嘛，那就反正就是阴的，就是晚上会开门的嘛，然后阳的就是一般正常的寺庙这样子。那我们去拜这些寺庙，当然我们都有知道说，这个地方有可能比较灵验，像说那个红炉地啊、土地公啊这些的，就会去拜他，或者是18王公庙啊。那拜这些，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们去这边就是要去请求神明帮助我们，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点，就是假如你今天到那个地方，你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会觉得神明是在帮你吗？还是他想要告诉你些什么东西呢？好，那在介绍今天恐怖怪谈之前，先跟大家讲手有比较好的啦。那当然是上个礼拜六撞的，所以说今天有稍微比较好，可以弯了，不像那一天那么痛这个样，所以说也请大家不用太担心哦。好，那至于这个人他是碰到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年黄金周假期我经历的奇妙体验。我们家接待了一位名叫苏珊（化名）的交换学生，他来自圣地亚哥。也许是因为我母亲在结婚前曾当过英语老师，她特别喜欢接待来自海外的交换留学生。从我高中毕业那年开始，我们家几乎每隔1年都会接待一位留学生。苏珊的日语不算流利，但她能用简单的日语进行交流。在我面前，她总是尽量用日语对话。有时候如果他一时想不起来某些词语，导致交流困难时，我便拿起字典，用英语帮助他解释。但每到这种时候，他就会非常生气地对我说，这样对我并没有帮助。因此，我在他面前基本上只用日文。我们的年龄相仿，所以很容易聊到一些轻松的话题，比如恋爱等等。因此，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在黄金周假期，我和苏珊计划进行一次2天1夜的自驾旅行，前往一个偏远乡区地区。苏珊非常喜欢日本的自然风光，由于我家位于城市中相对拥挤的地区，她每天都需要挤着电车去学校。为了让她能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我特地策划了这次的小旅行。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相邻2个县之间的古城堡。虽然我对开车不是很熟练，但得益于导航系统，我们一路上并没有迷路。天气非常的好，我们行驶在县道上，两旁是连绵的田野，这让人感到心旷神怡。导航提示100米后左转，于是我在一个小路口打了左转灯并减速。然而当我继续往前看时，我发现前方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十字路口，导航所指的应该是那个大十字路口。但由于后面紧跟着一辆车，而且我已经减速并打了灯，于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在较小的路口左转。左转后，我们进入了一条狭窄的农村小路，这条路非常窄，让我开着从父亲那里借来的箱型车感觉有些局促。由于没有合适的地方掉头，我只能继续顺着路往前开。走了很长一段距离后，小路的尽头似乎进入了一片住宅区。这里的房子大多是老旧的木造建筑，给人一种像是偏远村庄的感觉，而非普通的住宅区。这些房子几乎都没有专门的停车位，所以也没有合适的地方掉头。眼看着前方是一座山，我们一直开到了路的尽头。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可以停放约20辆车的停车场，这里是一座神社的停车场。停车场里竖着几根白底黑字的旗帜，上面分别写着学业成就和长寿祈愿。苏珊好奇地问，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我向她解释学业成就的意思。苏珊对日本文化非常感兴趣，于是显得格外的兴奋，提议一起进去看看吧。我们于是决定停好车下来参观神社。
我去过的神社虽然不多，但从外观看，这座神社似乎非常特别。神社的境内被高高白色的围墙包围，完全看不到里面的样子。墙壁的一处有一座鸟居，从那里可以进入神社。进去之后，我被里面的景象惊呆了。这里整洁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非常的宽敞，精心修剪的植壁铺满细沙的平地，让人有种置身于京都观光景点的感觉。神社境内还有一条小溪静静地流淌着，溪流的另一侧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我们注意到一位拿着扫帚的年轻神主，他似乎在打扫神社。他看见我们后，显得有些惊讶，开口说道：年末或考试季节会有年轻女性来这里参拜，但在这个时候见到你们实在很少见，尤其是看到海外的人来参观，这大概是第一次吧。这位神主帮我们挑选了一个学业成就的御守，我买下来给苏珊。他还对我们说：请在这里好好休息吧。由于长时间的开车让我感到有些疲倦，我便在贩卖机里买了一瓶果汁，坐在神社的长椅上稍作休息。就在这时，苏珊指着小溪的对岸说：那是什么？我顺着他的手势看去，发现小溪的另一侧有一座鸟居。奇怪的是，在神社内又看到另一座鸟居，这确实不太常见。更奇怪的是，鸟居的后面似乎还有通往山林的石阶。我们走进那座鸟居后，发现它比普通的鸟居小得多，只到女性腰部的高度。苏珊显得非常的兴奋，说想穿过那座鸟居。跨越小溪后，我们开始爬石阶，并遇到2个正在唱歌的身影。走近后，我们才发觉，那竟然是2位身材矮小、脸上涂着朱红色妆容的老婆婆。她们的歌声充满陌生的词语，内容似乎在祈求延寿10年。这一切让人感到无比的诡异。老婆婆们面对着石阶旁的小神堂，合掌祈祷着。她们身上穿着厚重的针织毛衣，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显得特别的奇怪。我跟随他们的动作，朝着小神堂合掌致敬。苏珊也受到我的影响，模仿我的姿势一起拜。这个小神堂里供奉着各种蔬菜，比如说茄子、青椒、卷心菜等，大量的堆放在一起。而更高一层的位置供奉着一个看起来像大豆的球状物体。这个十字物体表面凹凸不平，大小约比篮球小2圈，带着光泽，在树林里透进来的光线照耀下闪闪发亮。老婆婆们的歌声终于停止了，她们慢慢的转身看向我们。当我们看到她们的脸时，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她们的脸被涂满了鲜红色，几乎整张脸都被朱红色覆盖着，看起来非常的骇人。她们的妆容诡异，从眉心开始画了一条线，绕过眉毛，沿着脸部的轮廓，最终回到下巴位置。这让我一度以为那是血迹，让我不由得后退了一步。惊讶之余，我结结巴巴地向他们问候：您好。然而老婆婆用一种奇怪的腔调开始对我们说话。首先她问我们的年龄，他们的语言现在已经无法完全回忆，但其中一句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里：你才23岁，还太年轻了，不能再往上走了，否则会遭到罚。他们反复提到了罚这个词，但这具体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明白。听了他们的话，我朝石阶更上方看去。从我们所站的位置到山顶处的大社还有很长一段距离，途中石阶蜿蜒向上。在大社的门口，我似乎隐约看到了几个人影，但因为周围的树木茂密，那里显得有些阴暗，看不清楚。就在这时，苏珊指着神堂内的那颗石球，开口问了一句：这是什么？他的日语虽然简单，但足以让老婆婆们听懂。没想到他们突然惊叫起来：啊，他不是日本人啊！罚！他们变得激动了起来，开始大声喊着：快下山，快下山！我注意到山顶处的那几个人影听到动静后，开始慢慢朝我们的方向移动。虽然看起来是在加速，但他们的动作非常的缓慢，就像腿
脚不灵活一样，一步步向下挪动。我被这一切弄得心跳加速，急忙拉着苏珊的手，迅速往下跑。苏珊的手掌冰冷，而且充满着汗水。她紧紧抓着我，似乎也感受到了异样的恐惧。我们一路跑到小鸟居的位置，穿过它后，准备再次涉水过溪。然而，当我们跑入小溪时，我发现情况不对。之前直到脚踝的小溪，此时水深已到达膝盖。我强忍着恐惧，努力带着苏珊过溪。当我们快到对岸时，我回头一看，却发现苏珊停在溪水中央，动也不动。我尝试喊了一声：“苏珊，你还好吗？”然而，向来不在我面前说英语的苏珊，突然用英语大声尖叫了起来。由于我的英语水平有限，我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她的尖叫声戛然而止，然后她嘴巴一张一合，像是在说话，整个人突然倒进了溪水里。就在我愣住的瞬间，我感到背后有人拍了我一下，转过头发现是之前卖玉手给我们的年轻神主。他毫不犹豫地跳入溪中，把苏珊从水里捞起来，并且把她带到了岸上。苏珊当时已经无法站立，气息变得十分急促。我和神主合力把她抬到车上。神主说，他注意到我们的车停在神社的停车场，却找不到人，所以特意来找我们。他还提到，溪水不可能那么深，一开始明明只有脚踝的深度，这让他感到十分的惊讶。我将我们在石阶上遇到的情况告诉他时，他的脸色瞬间苍白，并开始责备我们：“你们怎么会跑到上面去？”当我提到老婆婆时，他激动地说：“不可能，他们不应该在那里，我们早就拆除通往那里的桥。”他随即催促我们赶快回家，并反复叮咛：“今天发生的事情忘了它吧。”回到家后，苏珊开始高烧不退，连续几天都无法进食，不得不多次去医院输液。虽然她的身体后来恢复了，但对那天的事情几乎毫无记忆。她唯一能记得的是自己在溪水里溺水的瞬间。至于我，这段经历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那些老婆婆到底是谁？小溪对岸的小神社到底是什么地方？至今我仍然没有勇气再去探寻那座神社。有时我会梦见自己爬在那座石阶梯上，但梦里的感觉真是的让人毛骨悚然啊。听完他的经历，你们怎么想呢？其实某方面来讲，我觉得有一条河，然后又有一个阶梯，我在想会不会过的是那个黄泉呢，或者是我们讲那什么，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那个什么河啊，反正过去了你就再也回不来，有可能是进入了一个新投胎转世新生，但谁晓得呢？有可能那里会不会是不让人过去，而那边所住的是一些能力比较强的好兄弟呢？其实这个我觉得都有可能啊，但实际上没有到现场，说真的我也不知道。然后呢，这则故事其实下方有一些人的留言，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有说，其实他们讲述这个经历之后，有人就开始想要问他说：“这个神社到底是在哪里？这个神社到底是在哪里？”然后最后竟然有人找到这座神社，这座神社大概在哪里呢？疑似在京都哦。我只能告诉大家这么多了哈。好 ，OK， 那今天恐怖怪谈就差不多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拜拜。